您帮我看看理想同学给我拍的视频，觉得怎么样呢？作为车媒，你知道最残忍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老车主去看新车，你说对吧，摄像小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老款理想 L6的摄像小哥去看新一代的理想 L6，看看升级点到底有多大。都知道之前的理想 L6呢，累计销量已经是交付了40万辆，这个成绩非常的夸张，都是常年都在这个销量榜当中啊。那这一次可以说是里里外外全部都升级了。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外观，其实外观的变化并没有很大，然后车身尺寸呢也没有变化，依然是这种经典的家族式的星环的贯穿前灯带啊。下方的这个格栅呢，尺寸变得更大了，可以看到整车前脸啊就会显得更加的厚重，更有这个力量感。好，侧面的变化非常大，我们来看一下。侧面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就是之前是弹出式的这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现在换成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有3种的开启方式，按键、感应，包括机械的拉手。新一代理想 L6呢，这一次是有2款的这个新颜色啊，就是独属于理想 L6的，就是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看呢？而且呢，它的一个外观还可以选一个运动套件，如果选了的话，比如说后视镜的这个底座、轮毂，包括说这个下方侧裙呢，都是这种熏黑的样式了，显得更年轻、更运动嘛。尾部的这个固态激光雷达呢，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可以来检测这个低矮的一些障碍物的。然后尾部这一次最大的变化就是牌照框的这个位置是从下方移到了上面这个位置，就是整体尾部的一个设计更加对齐理想 L7的一个设计了。外观的变化就这些了。那这一次呢，咱们重点去看一下内饰。内饰的变化超级大，我们先从它的颜色看起，它是将之前那个非常亮的爱马仕橙色，现在换成了这种饱和度更高的一个黄色的一个设计啊。然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当然呢，你如果想要清爽一点，它也是有那个白色可以来选择的。然后前方对吧，就换成了和 L9持平的这个一体的大连屏，达到了29英寸，然后这个显示细腻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我重点想带大家看它里面的座舱的一些功能点。首先第一个，大家看到上方尾饰已经放了一个360的相机了，就它在这个位置是加了一个1/4的螺丝孔位的，然后它是不带电的，但是呢它在前方是给你留有了一个 Type-C 的有线的接口，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给设备进行供电。这一次呢它是和这个影石合作的嘛，我们可以在车机上面就是把这个配件装上好，然后进行连接。连接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车外车内都同时进行这个拍照或者说录视频。第二个就是音乐软件的匹配程度，就带大家看一下，像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 Q 音嘛，所以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大连屏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歌词呢可以对就直接铺满，然后我选歌，你看是有种黑胶音乐的质感了，就看起来特别舒服。像之前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你上车之后呢，感觉理想的车机好用是好用，就是感觉太复杂了，就是界面特别多。那如果呢你想要更清爽一点的，对，可以直接3指左滑，就直接铺满全屏，只显示时间，就看起来会清爽特别多。再带大家看一下视频软件的这个匹配程度怎么样啊？你看。我可以选择画面居左、居中或者居右，而且呢，你是可以通过这个理想同学来打开观影的一个模式。我们来试一下，理想同学，主驾请讲，打开观影模式，座椅自动的放到就是最适合观影的这个角度，腿托自动上升，然后特别舒服啊。然后它的这个画幅呢，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是左嘛，在左边，然后它自动的就铺到中间去了，观影角度会更合适一点。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联动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内饰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是全面啊，就是对齐理想 L9的一个设计了。可以发现，就是无论是前方的这个大连屏，还是说下方的一些设计，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空调的出风口。你像之前老款的话呢，是手动的一个这个调节，那现在呢？对，我们既可以通过这个车机上面，然后也可以通过理想同学，它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人吹啊、避人吹啊，而且呢，它在下方腿部这一块，包括脸部的这一块，是分别有这个2项的调节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对吧？脚部更热，然后脸部更冷，你就可以只对脸部就是吹热风，然后脚部吹冷风，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下方的一个设计呢，它是将杯架的位置进行了前移，而且呢是加了一个手动的这种盖板。
对，然后后面呢是2块这个无线的充电面板。然后这里也是储物箱，下方这个储物槽呢也是和老款一样的啊，没变。然后我们再来看门板两侧的这个变化，首先就是它的门拉手，其实跟理想 L9还是有点不同的，它是放在上面，然后现在呢是放到侧边的。然后下方的这种暗镀铬的按键的一个设计呢，就看起来也会更好看一点。现在方向盘上面的那块小屏幕现在是取消了，然后前方呢是有 HUD 的，然后这个 HUD 呢相比于老款，我觉得这个分辨率会更高啊，就是更清楚一点。其实之前的老款理想 L6呢，这个座椅就已经做得非常的舒服了，那现在新款上面也是进行了这个提升的。首先啊，就是前方这2个座椅都是零重力座椅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躺倒角度怎么样。理想同学，你说，打开前排2个零重力座椅。如果说你后排没有放东西的话呢，它前排这2个零重力座椅就调到标准坐姿下面呢，其实它靠背还可以往后再调一点的。对，最大躺倒角度就是这样的。老车主看到是不是羡慕坏了？这一次座椅舒适配置方面呢，它前排的2个座椅都是带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后排的就是这3个位置，中间位置啊都有这个座椅加热，两边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带座椅通风，然后方向盘带加热。好，我重点想带大家看的就是它的这个座椅按摩，它现在呢是有5种的模式，3种的强度，就是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全身、背部和臀部。没错，它这一次呢是在这个臀部啊，就是坐垫这一块呢，也是加了这个气囊带的。你打开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到臀部这一块，对，力度还不错啊，并不是那种挠痒痒式的。这一次在安全方面呢，其实它在这个前排的座椅啊这个位置侧翼里边，它是加了一个安全气囊的。这次后排的提升呢，首先可以看到啊，就是前方，对，之前是没有小屏的，现在有了这块屏幕呢，它集成了比如说这个控制上方的娱乐屏啊，但是这块娱乐屏就大概率是需要选装的啊，然后像控制空调啊，包括说音乐呀、视频啊都可以。然后这一次对它2侧加了这种手动的遮阳帘，而且呢，它这样帘的这个密度，它比 L7、L8 都要更密一点，就是意味着这个隐私性啊会更好，这你受得了吗？还有一个升级点是什么？来，我们把这个中央扶手啊放下来，看一下，是不是变得更大更宽了？而且呢，基本上我坐在后排，我把这个扶手下放，你可以看到我2侧这个手完全是齐平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它的全车基本上你无论是前排还是说2排的人，你接触到的部分全部都是软包的。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它在前方啊，就是主副驾位置，就是小腿接触到这一部分都是软包的。当然啊，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升级点还得在于，对，后排的这个靠背最大可以躺到140度，最大就这样的一个姿态了。我基本上可以在2排就轻松啊享受葛优躺的这么一个坐姿。我不知道细心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之前老款下面呢它是有2个这个 Type-C 的充电接口，那现在新款没有了，那它是不是后排就没有充电的地方了？其实呢，它是将这个充电接口放到了就中央扶手箱拉下来，就这个位置。我们看完了沙发，接着来看冰箱和彩电。就是冰箱的开关键呢是通过前方这块小屏，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理想同学来进行打开啊，是这种电动的开启的方式的。好，它的这个冰箱的容积呢是8.8升，是支持零下6度到50度的一个温度的调节，而且呢，它下方是有6种的模式的，无论说是冷冻啊，或者说冷藏啊、药妆啊、温奶啊，对，这些都是有就是固定的一个温度调节的。然后关闭的话，对，你可以通过这块小屏，当然你也可以手推一下，它自动的就是收回。我目测了一下，就是这个冰箱呢，大概啊这种容积的水可以放下个8瓶左右，是不是还是挺大的？我们再来看上方的彩电。当然啊，如果说你是后期选了上方这块娱乐屏幕的话呢，它2侧对应的给你增加了2块这个后排的化妆镜，也是可以调这个亮度和色温的。好，来看一下这块屏幕的尺寸呢，是达到了21英寸的4K 的这个屏幕哈。当然，像之前的什么可见即可说啊，包括说这个手势控制啊，对，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就完全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是理想带火的，没错啊，你看到后面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在跟进了。那这一次新一代的理想 L6，它不仅仅只是说就是想要做到同级最好，而是在体验上面有着更多的一些越级的配置。那真实体验完了之后，确实发现啊，并没有吹牛。我也让我们的摄像小哥开2圈，感受一下啊，这个老车主感受新车，就是聊2个你觉得提升最大的地方吧。
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刹车踏板，老款的话它会踩起来比较穿，就是它前半段比较空，然后过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它就会点头。但新款的这个它其实你看它在停下来的过程当中可以做得很顺，就最后那一下点头的那个迹象少了很多。但是我看到它好像少了一个防晕车模式，是不是？对，因为它的底盘现在调得更线性了，包括它的加速踏板和刹车踏板都更线性了，所以其实不需要那个模式。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香吗？看价格吧，如果价格不变的话，多出来这些配置还是很香。我们聊完了静态，接下来给大家聊聊新款的理想 L6它动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一个对比，我们分别以现款和新款，以60公里的这个时速去飞了同一个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到底有多大。虽然全新理想 L6它全系都没有配空气悬架，但是呢，它的底盘调教和 OTA 的算法，就是这个提升的是实打实的。就可以发现啊，新款在飞坡的时候，它就是下去的那一下，其实车身的悬架会更快的把车身稳住，然后坐在车内的乘客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颠啊。但是你会发现老款在飞坡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有点拉不住车头的感觉，车尾晃的也会比较的厉害，所以这个就是它悬架方面的一个区别。全新理想 L6呢是使用的前双叉臂后5连杆独立悬架加 C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经过 OTA 算法的一个调教，可以发现新款比老款车身要稳很多，舒适性提升方面啊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然后这辆车呢，它的一个底盘的表现，我个人觉得整体还是舒适向的，像在过减速带啊，包括说井盖的时候，它能够去很好的过滤掉这些细碎的一个颠簸，再加上这辆车是20寸的后胎 B 轮胎，像是地上的一些碎石啊，它也能够很好的去过滤掉这些细微的一些震动。转向手感的话呢，其实整体还是舒适向的啊，就是过弯的一个侧倾的抑制控制也是很到位的。然后你要说这辆车其实有变得特别的运动啊，或者说想要得到一些操控方面的一些体验的话，个人觉得还是更主打就是家用舒适一点。但是你想这辆车的一个家庭定位，无非就是开着更舒服，然后家人乘坐更舒适，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智驾方面的升级。那技术版本呢，它是单颗这个马赫 M100的芯片，单颗的算力是达到了1280 TOPS。如果呢你是选了具升智能套件的话呢，对，它是有2颗，另外1颗呢是服务于座舱的，而且呢还有3颗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那最后呢，就这辆车最硬核的升级点还得是它的电池，从之前的36度的电池，现在换装到更大的50度的电池了。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300公里。其实很多的增程车主，就是你车买回去之后，我相信这个加油的次数是非常少的，就是能不加油就不加油。所以说纯电续航的一个提升，我个人是觉得对于车主来说那是实打实的好事儿。而且你看啊，就是300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基本上上班族1周往返通勤完全没有问题了。其实老款的理想 L6出来之后呢，就是爆款车型了。那这一次新一代的理想 L6在智驾，包括说电池以及说内饰的提升上面又上升了一个台阶。而且呢，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它的上市价格也应该已经出来了。各位觉得这一次够不够有诚意呢？那最后再问一下我们的摄像朋友啊，怎么样？看到新一代理想 L6想不想置换？